昨晚接到一对情侣的咨询，哎呀妈，当着我面就打起来了。男方呢是有处女情节要分手啊，女方觉得对他不公平啊，两人吵得我的脑袋瓜子嗡嗡的。他们是通过朋友认识啊，互相喜欢，门当户对，这三观呢也合适。很快呢，两人就确认恋爱关系啊。熟悉之后啊，这男士呢就知道了女友曾经谈过男朋友这事儿。男士呢是处男啊，对感情是洁身自好。这女友不是第一次，他心里啊就对这事儿啊是耿耿于怀。说着说着呢，两人就开始当我面吵架呀，气势上是谁也不让谁呀。男士说呀，自己是处男，觉得找了处女啊不甘心。女方就问啊，既然不甘心，为什么一开始不分手呢？男士说啊，自己也很纠结啊，这感情上很爱女友，而且女友呢也对他很好，关心慰问，给他很高的情绪价值。他也有想过，女友当时谈恋爱啊，也是奔着结婚去了，遇错了人呢，也不是他的错。一开始他以为自己不介意啊，可以克服，但是一想到女友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啊，以前也是这样对前男友的，他就特别难受。甚至啊，抱在一起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想到他以前也是这样抱前男友的。关于还没有发生的性关系啊，他有期待，但是一想到他经历过这些啊，就会不自觉的比较，会不会不如他前任。脑海当中呢，也浮现出啊很多他跟前任在一起啊恩爱的画面。那种感觉让他很痛苦，他尝试过自己劝自己，可是心里呢怎么也克服不了。于是他跟女友提出分手。这女友听了也很委屈啊，说自己第一次啊是被渣男给骗了，自己是不情愿的。说到这的时候啊，男友就表示不满呢。男女上床这事啊不存在骗，他可以骗你的人啊，但是骗不了你的身体。要么是两情相悦啊，要么就是强奸。如果不报警啊，基本都属于自愿。两人呢说着说着又因为这个报没报警啊吵起来了。女友说啊，她现在很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她觉得男友因为她不是处女这事提分手啊不公平，于是就找我啊来分辨是非来了。我们呢也算是彻夜长谈啊，才把这个事情给谈明白。两人最后啊也是决定好合好散。今天呢我就特别想说说啊这个处女情节，好多男人来找对象，有这个想法的真的不在少数，包括很多女人也有。前两天有个姑娘来咨询啊，说自己是处女啊，因为爱情嫁给了现在不是处男的老公。婚后看似很恩爱，但是一想到啊自己老公跟别人是翻云覆雨那些事儿啊，她就觉得特别的憋屈，特别的痛苦。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接触了有处女情节的人多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情节就像漩涡一样，让人深深的不可自拔，像一根刺啊扎在肉里很深很深，你很疼啊，但是你拔不出来。当然呢，除了那些啊单纯只想找处女谈恋爱的人，有人说呀，都是什么社会了，还在乎对方是不是处女啊？这个心结的本质啊，就在于啊和处女在一起的时候，她所有的经历啊都是跟你有关，那从青涩到成熟啊都是只有你的参与，这种经历是可以支撑后面漫漫的人生路。处女啊是把她自己所有的一切给了你，而面对非处的时候，脑海当中啊想起那段感情和经历不是跟自己啊，就会觉得憋屈难受，接受不了女友和前任的那个画面啊，最让人痛苦了。当然本身有处女情节的人呢也知道，非处啊并不是因为放荡才成为非处的，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个情节和感情的时候始终很纠结。我相信啊，如果一个姑娘最先遇到了你，第一次肯定也会给你，只是啊没有如果，人生也不可能重来。你可以不接受她，也可以选择分手，但是她对你的感情啊假不假，你需要自己去感受，这是两个东西。她是不是处女是事实，她爱你啊也是事实。爱情呢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如果介意大于不舍，如果你觉得处女情节会比失去它更痛苦，那就优于做自己的选择，失去它。在苗头初期啊就切断苗头啊，分手，这是我唯一要劝分的。好了，说到这儿了，大家怎么看待处女情节？今天这事儿有意思啊，一个姑娘给我吐槽她相亲对象，说她太抠了啊，简直就是这个抠门界天花板。听完我都懵逼了，长话短说，说重点。两人是去年5月份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因为男士挺帅啊，聊天呢也比较有感觉，合得来啊。7月份就确认了关系，9月份呢就开始了同居。哎，这故事啊就从这儿说起了啊。首先呢，两人经常为节约用水这事吵架啊。男士呢洗头担心浪费水嘛，先是用盆洗，洗完的水啊把脏衣服啊再给洗一遍，然后再倒到桶里啊再用来拖地。洗菜水呢也是倒到一个盆里啊去攒着，等着用来刷锅刷碗。这姑娘就不愿意啊，男士说呀，咱也不是大户人家，能省啊就省点。平常呢两人也是为买菜这事吵架，一般呢都是男士买菜啊，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点去，因为快下班啊这菜呀它都打折，这一买就买一大堆啊，只有好多烂了的呀，他就把烂的给切了之后吃。还有水果啊也是超市打折处理的，
买回来之后是切掉坏的一半，吃好的那一半。这姑娘实在是忍不了了呀，说想吃点新鲜的，结果人姑娘出去买了2斤好一些的苹果，回来两人就为此吵架呀，说这苹果有特价的，带干巴还能便宜不少，这吃都一样，嫌这姑娘呀浪费钱。另外呀，家里用的卫生纸啊，都是从公司卫生间里拿回来的，每天呢就拿1-2卷，这家里床底下呀塞的是满满当当啊，上百卷。家里的洗头膏、牙刷、这个牙膏、拖鞋、毛巾等等啊，也都是男士啊出差带回来的，几乎啊就没有自己买过。连送女友的衣服和包啊，都是闲鱼二手买卖市场上淘来的，平均呢也不到50块钱。两人为此啊吵过很多架，也闹过分手啊。每次这男士啊又哄又劝，两人呢又和好了。这还有一次啊，这姑娘的爽肤水用完了啊，想去网上买，被男友知道了，说那些化妆品啊都是暴利，成本啊都是几毛几块的，效果都是糊弄人的啊，别被骗了。于是啊，人男士啊亲自去网上买材料，花了6块钱，按照教程呢给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肤水。姑娘很是尴尬，又忍了这事儿。平常这两人出门吃饭呢，一直都是 AA 的。这男士啊是自带卫生纸啊，因为有的饭店啊那纸巾啊它是2块钱一盒啊，他是花钱的。这前天晚上两人出门吃饭啊，这个男士啊忘带纸了，好家伙啊，吃完饭啊他不擦嘴了呀，用免费的这个茶水啊给涮了涮。这姑娘不行呀，非要打开那包纸巾，就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啊吵了2天，最后分了手。这姑娘说呀，最生气的就是啊，分手的时候，男士说她是拜金女，说就想找个有钱的。她说自己和男士生活了5个月，这个男士给她花了不到500，自己花了快1万了。她越想越憋屈的问我呀，男友这么抠，提了分手难道错了吗？听完之后啊，我就想想我那些啊每月花费几千上万还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丝们啊，情何以堪呢？这不是妥妥扎人心吗？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男友很抠怎么办？今儿呢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抠门的男人分2种，一种是极度抠门的，那这类男人呢，无论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与否啊，金钱方面都是要跟你计较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一个外人，永远以防着你的姿态呢和你相处，就怕呀担心你占他一丁点的便宜，总是啊防着女友，防着妻子呀把钱财转移到娘家去。哎，这类男人啊，他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由于对人事物缺乏一种信任，所以格局也相对于比较狭隘，道路啊自是不宽。那另外一种男人啊，是属于在恋爱期间表现的比较抠，但是在婚后呢，却会把钱财通通交给妻子管理。这类男人呢，不能说抠门，只能说他们是了解赚钱的艰辛啊，只想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们不会乱花钱，也不会那么浪漫，可能不会给你买花，但是更愿意买一些实用的物品来送给女友，类似于生活用品啊等等。他们虽然说不够浪漫啊，不够大方，但是比较有担当，不会让你婚后啊为钱担忧。也许赚的不多，也不属于有钱人，但是他们会给足你安全感，给你依靠，一辈子啊对你不离不弃。那这类男人啊，直男居多啊。总之呢，就是人无完人，是人都会有缺点，凡事啊多一些宽容，想让自己舒服啊，先让他人舒服，有舍才有得，计较的少啊，收获的才会多，格局越大，道路它就越宽。说得好。特别想讲一个现实问题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想结婚了？今儿啊，我就长话短说，我家王八和刺猬都嫌我是啰里吧嗦的啊，太老婆嘴了。上午呢，有一位男士家长来找对象，是个妈妈啊，他儿子32岁，未婚，在国企工作，年薪在8万左右。那家长呢是特别着急啊，说什么条件的都可以，我们家也不挑啊，离异带孩子我们也接受。接着呢，他就开始哭呀，哎呦，他这一哭呀，我那心都慌啊。他说儿子不想结婚了，一个人过挺好，这辈子啊也不打算结了。他特别着急，问我该怎么办。哎呀，你问我这治病得先治根啊。拿男人来说啊，给资本家们打工累了1个周，回家躺床上玩游戏看电视，一觉睡到大中午，喊上哥们儿那啤酒嘎啦卤个串，回家袜子一脱鞋一扔啊，想怎样就怎样。好了，相亲认识一个女朋友啊，那付出是人力财力去哄她，绞尽脑汁的去跟她聊天说话，情商不够啊，智商也费劲儿。好不容易挨到结婚了，车房彩礼、婚后生活开销以及未来家庭、孩子等等各种问题，裤兜比脸都干净，存款还不够还贷的。对方彩礼张口10万20万，人家要个保障啊！你看完了，最后两人分手。与其说不想结婚啊，不如说是想而不能。结婚所需要的负担压力太大了呀，大到让人一眼望去啊就自觉无力承受的地步。怎么办？那等着国家分房分车分对象吗？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就拖着蒙着眼睛啊装瞎子，我啥也看不见。
除非天降马云于我面前呀，告诉我磕一个头给我1万块钱，那上不封顶，那行了，我就可以发家致富了。不想结婚啊，无非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理由，男人女人都这样，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自我欺骗，最大化的拖延时间，活在当下嘛，快乐一天是一天，对吧？宁可窝在被窝里闻着脚臭味看我说段子，也不带出门相亲的。说白了，男人呢不想恋爱结婚啊，多半是因为害怕女人要车要房要票子，再没事要个情绪价值，要哄要陪的。女人不想恋爱结婚呢，多半是因为害怕男人赚不到钱，没有上进心，还把老娘当保姆用。有些人很聪明，会拿婚姻啊当砝码去换取财富和地位。在学历贬值、财富分化的今天啊，父母的干预再加上这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友好，确实可以让婚姻啊变成看起来极为昂贵的生意。对于男人而言呢，这桩生意的代价太大了，在没有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很难达成。于是啊就觉得这生意啊不划算，老子不干了。对于女人而言呢，排除掉少部分的现实主义者，相当一部分女人追求的生活价值啊是无法在婚姻当中实现的。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所追求的高品质婚姻啊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太多了，欲望太多，得到太少，所以越来越多的不婚的人认为啊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你要问我到底需不需要结婚啊？我记得张爱玲说过，结婚是为了维持生计，人生的每一步啊它都是不能少的。结婚可能有遗憾，但是不结婚啊绝对有遗憾。说得好，我实在太崇拜你。上个月给一位大姑娘和小伙子介绍相亲啊，两人刚见面呢，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小伙子觉着呀，这姑娘很合眼缘啊，姑娘也觉得小伙子是年收入很可观。于是两人见面之后啊，就开始聊天，互相问候嘛。小伙子很是积极啊，嘘寒问暖，这各种礼物红包啊一应俱全啊，就差摘天上的星星了。女方呢倒也回应，但基本上男士找才回复，从来也不主动问候。就这态度啊，哎呀，人家男士啊是绝对不影响的做舔狗的心啊，一有空就去给姑娘当司机，一到周末吃喝玩乐加导游啊，一条龙服务安排上。半个月之后啊，这个男士的妈妈呢主动请这个姑娘吃饭，并送了一套化妆品，价值2000左右，姑娘呢也收了。之后这几天呀，男士依然对这个姑娘是嘘寒问暖，人姑娘呢也依然是有问才有回，不问不回的态度。慢慢的男士啊就主动聊天呢越来越少，最后直接啊就不发信息了。这姑娘觉得很奇怪呀，就发信息问男士啊，怎么最近也不追她了，也不联系她了。男士过了好久啊才回信息说呀，我相亲认识了其他的姑娘，对不起啊，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好，于是这姑娘是气势汹汹的跑我面前呀，把男士是从头到尾啊，那是祖宗18代啊都给问候了一遍。大意就是啊，男士是个渣男，正在追求她的时候又认识了别人，不负责任。我听的是云里雾里啊，给男士打个电话。男士说呢，他对女方啊一直都很热情，也很喜欢，家里人呢也很看好他，但是啊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热情呢也不积极的去处理关系，他觉得很累，慢慢的就不想联系了。男士以为啊不联系了就是断了关系，谁知啊姑娘又来问他，他才说了自己啊已经相亲了。挂了电话，我问这姑娘，你到底是喜不喜欢这个男士？她说感觉还行啊，谈不上喜欢，需要考察一段时间。既然你愿意认识，怎么就不积极一点呢？他说这谈恋爱啊本来就是男人追女人，何况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呀，我对他好不是显得我自己太廉价了吗？这观点真的听的是无法忍受啊！你搁相亲市场上装啥仙女下凡呢？相亲啊都是要双方积极表达这个交往诚意的，人家积极主动了那么长时间，甚至还安排长辈和你一起吃饭，给你那么贵的礼物，你表达过什么诚意呢？他说我都接受了呀，他和我聊天我也回复，他请我吃饭我也同意，哎，他送我东西呢我也收了呀，我这个也是积极回应了。听得我呀血压蹭蹭蹭的上到180呀，人家只是和你相亲，他不是你男朋友，没有义务得一生一世的追求你吧。你但凡在他请你吃饭的时候假装抢着买下单，或者回点小礼物，他回家之后问问他到家了没有，平常主动关心一下下，关系啊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这也算是本事啊，人家那些啊装成卖茶女的抠脚大汉都比你有女人味啊。这姑娘听了也很委屈啊，说他凭什么和我相亲的时候又要认识别人啊？哎呀，听得我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啊。这有些人啊毒鸡汤喝多了，这毒血攻心，拎不清现实了。你都进了相亲市场上了，还在做着呢四海之内皆我霸，都得宠着你的塑料公主梦呢。相亲都是有目的性的，忙的时候呢，一个女人呢能够见2到3个男的，这是常规操作。一个男的一天见2、3个女的呢，也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男女双方就开始在自己这几天见的这帮人里面互相挑选。今天我约你，明天我约他，后天他约我，这个就是相亲。相亲好几个都是渣男的话，那你太埋汰渣男了。啥时候门槛这么低了？相亲遇到合适的、喜欢的，就要主动积极去给些回应。给你发条信息，好几天不带回的，死了吗？这活着呀，就主动给回个信息，不合适就拒绝。网上霸道总裁的爽文看多了，一副只享受不付出的样子。别忘了啊，现实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人情世故。就像你花钱送礼求人办事是一样，你收了礼，你总得帮我把事儿办成了吧？不能办啊，咱就甭收。成年人恋爱很难做到呀，付出不求回报的。最可怕的是呀，莫过于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和一个不懂装懂的人谈恋爱，利用性别优势去消费另一方的。奉劝呀，这个不行，下一个更好，别被那么吊着。走。好多男人是一点都不会相亲啊，你看看咨询我那些问题，让我如何回答呀？有一位男士啊，听说相亲要给见面礼，于是批发了10条金项链啊，见一位送一位。4年过去，至今包里还有2条。问我都送了礼了，为什么人家不跟他处对象啊？还有一位男士，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啊，对方吊着他2年多了，和别人结了婚，就产生了报复心理，跟我沟通啊。女方他娘呢也是单身啊，怎样才能追到手？我痛不痛苦啊？还有个男士条件很差，没车没房，为了撑面子呀，租了一辆保时捷去相亲啊。这女方呢特别热情啊，看上保时捷了，现在面子下不来了，问我怎样快速才能得到一辆保时捷。妈呀，这个王八看了都得心疼我呀，这么不会相亲的吗？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说说相亲的一些潜规则，这些啊你得懂。这个相亲啊，一定是要从门当户对开始，势均力敌，互相吸引才是最好的爱情。阶级差距太大呀，两人之间的爱情啊很容易被利用。女人相亲呢一定要趁早啊，因为到了27岁，你就会发现身边啊你能看上的人越来越少，而到了35岁，能看上你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少。不要每次啊相完亲就去问对方态度啊，你有没有看上我呀？咋地还能立马爱上你吗？他的态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热脸贴上冷屁股，不难受吗？如果你看不到对方态度是啥样的啊，这事儿啊基本就黄了。女人单纯想靠年龄和美貌啊不会长久，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啊，这只是一项不断贬值的资产，他们会认为最划算的投资方式啊是租赁，所以你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经济价值。这相亲的时候啊，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是一步步升级来的，不要说一些越级的话，表现出越过你们现有关系的关心。哎呀妈呀，我见过一见面就拿花表白的啊，还有长篇大论说自己如何一见钟情的爱上了他，他傻还是你傻？另外，这聊天呢也要懂得去升级，能视频啊不语音，能语音呢不文字。这文字啊是最没有感情的，当你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啊，这事儿啊它基本就凉了。不要认为呢你可以搞定一个高傲的人啊，高傲大多数摆给那些啊自己不喜欢的人看的，那自己喜欢的呀瞬间变成啊乖巧的小绵羊啊。闲的没事就可以审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感觉自己有点舔狗的味道了啊，那就先冷落对方几天，再决定啊要不要去追。此时呢这段关系啊它已经变质了，追求的时候自己的位置摆得越低啊，他越没有机会，尽量维持啊平衡的原则。对方呢是在找另一半，而不是在找舔狗。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择偶要求始终如一啊，就是年轻漂亮。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择偶要求啊是慢慢变化的。那最开始啊是长相啊，后面呢是会向情绪价值倾斜，最后呢是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然后追求啊品质和稳定的生活。谈恋爱呢才会讲究情绪价值，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结合。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先提高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远比把时间啊浪费在对方身上，哄他逗他开心更有用，更划算。咱们啊追不上就换一个，别当备胎，这备胎的命运可是很凄惨的。就算有那么几个幸运的备胎转正了，对方也只是啊没得选了，将就而已。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不要对爱情期待的抱有太高了，尤其是相亲啊，简陋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啊，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恋爱知识懂得太多呢，也只是帮助你能搞定啊阶层相差不大的对象。想要追求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啊，还得提升啊自己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相亲你要学会撩，而不是去追。追呢，则是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对方情绪，讨好他。撩呢，则表现为随心所欲啊，大概呢就是只对你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己的高价值，从而达到吸引你的目的。以上内容呢，大家呢得谨记。我现在要去回答那些奇形怪状的问题了啊，有问题你可以给我留言试试啊。
反正奇怪的我就笑笑，哎，我就是不答。给你们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有一对男女通过相亲认识，男方是29岁，女方27岁，两人条件差不多，算得上门当户对，脾气性格都很温和，善解人意。谈了有将近1年，准备谈婚论嫁。男士呢主动问这个姑娘，你爸妈打算要多少彩礼？姑娘不明白啊，一脸好奇的就问男方，你为什么不问我打算要多少彩礼，而是要问我爸妈？男友呢是一脸正经的跟他说呀，嫁女儿是大事，你一个人说了不算。后面的这个姑娘就说呀，我不要彩礼。男友说呀，彩礼的事情你说了不算，你问问你爸妈。于是呀，她就当着男友的面呀给他爸妈打电话，妈，你跟我爸打算在我结婚的时候要多少彩礼？女友的爸妈呢特别实在的说呀，要什么彩礼啊，他对你好，咱呀不能把利益看得太重，容易伤着感情，只要你们年轻人好啊就行。姑娘呢又追问，咱们老家不是说最近几年都流行要一些彩礼吗？那我姨家的那个姐不还是要了20万吗？你们怎么不多要点，留着养个老啊？毕竟养大我20多年也不容易。女方妈妈用很不屑的语气说呀，自己家的事管别人干嘛？我不缺吃不缺喝的，正是因为我把你养大了，所以我才不愿意落得一个要彩礼卖闺女的妈名。再说了，彩礼和嫁妆都是图吉利的，不能带着算计心，贪这些东西啊，我心里也不安的。姑娘问，可是他们都说这彩礼啊都是一个保障，万一我不幸福离了，起码我们还有钱呀。姑娘妈妈呢就说，女儿，你这个思想呀，彩礼和你幸不幸福那是两码事，要了这么多的彩礼你就能幸福了吗？什么保障，还不是那些人为了要高价彩礼遮盖自己的嘴脸才说的。我希望你幸福，遇到人品正、肯努力、有责任心的丈夫，彩礼不重要，你幸福才重要。如果有一天你变得不幸福了，你觉得给我多少彩礼我心里会开心吗？姑娘继续问父母，那你们打算给我一点嫁妆吗？姑娘爸爸呀抢着回答说呀，嫁妆肯定是要有的，那是我们给女儿女婿的心意，但是也给不了多少，毕竟我们也只是领一个退休工资。希望你们啊小两口能够把日子过得好一点，但你们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什么嫁妆彩礼啊都是不能长久靠这些过日子的。挂了电话，姑娘笑着对男友说，你现在相信了吗？我不要彩礼。男友来了一句啊，你爸妈真实在，你也真是，养你这么大了你还胳膊肘往外拐，和我穿一条裤子。姑娘说呀，我跟你以后是一家人呢，我不拐你，那我拐谁呀？后面了，两人就嘻嘻笑笑的打闹起来。不一会儿，这姑娘就问啊，那你能接受多少彩礼呢？男友哈哈的回答说呀，我也没有想过太多，我就合计了，我手上就这些钱，你要的话我大不了都给你就是，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手上明明有1万，你却跟我要10万，没有10万却要逼着我去啃老，要去四处给你借钱，完全抛开了爱情不娶也不嫁的样子，太让人心寒了。姑娘笑着说呀，放心吧，那些事儿啊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然后男友就抱着这个姑娘感谢的说呀，你的理解让我愿意对你更好，彩礼啊我也不能亏待了你。订婚那天呢，男方出了10万的彩礼给了女方，买了3金，买了新衣服。女方父母呢陪嫁了6万，外加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洗碗机、3台空调以及一套实木家具和床上所有的用品。在现场的女方爸爸说呀，我有一个很爱的女儿，还有一个很努力的女婿，他们性格合适，彼此恩爱，我们从一个小家变成了一个有爱的大家，他们是我这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结婚之后的3年，女方生了2个孩子，男方在外面打拼工作，家庭和睦幸福，所有的干劲儿都在工作上面，从年薪5万的业务员一直干到了10万的主管，又到了年薪30万的经理，生活美满，工作也越来越顺利。每每谈起当初结婚要彩礼这个事情，男士就会觉得很幸福，说自己遇到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幸不幸福跟彩礼多少没有关系，也许啊，这才是要彩礼最好的态度。快瞅瞅哈，快瞅瞅我在哪，给你们瞅瞅，快瞅瞅，快瞅瞅这。哎呀，今天我出来溜达了，相亲成个贵，生命价更高啊。中午来了一位25岁和31岁的姑娘找对象，现场惨烈这个词，我觉得真的不够表达的。11点多，25岁的姑娘先来啊，她想找25岁到35岁之间有房子、工作稳定的男士。我问她有房子有贷款可以吗？她说可以。这房子在郊区可以吗？她说可以。哎，聊着聊着啊，就来了一位31岁的姑娘，说自己下午赶时间上班呢，就想先沟通。那这个25岁的姑娘，人家也挺明事理的啊，就让她先谈。她说自己31岁，本科学历，有车有房，在事业单位上班，年薪10万左右啊。她要找的男士有车有房，车是 BBA 啊，房子要独立婚房加学区房，工作还得是铁饭碗公务员啊，年龄35岁以内未婚哦，还得比她大，年收入不能低于20万。
然后啊，那身高、颜值、性格、后续等等一大堆，我的娘啊，真的太多了。还没等他说完呢，我就直接秒拒啊！我说我这边庙小，你要的佛太大啊！他听完就不愿意啊，说我是故意针对他。怎么那个女的就行，我就不行呢？我学历比他高，工作比他好，年收入也比他强，怎么我就被拒绝了？这个年轻姑娘听见，可能人家也不太愿意啊，被拿过来比较，俩人就开始杠起来，话里话外啊，我比你小，我还没你那么多的要求。我一看这情况，赶紧劝开啊，一山不容二虎，尤其是两母啊。大龄这个姑娘呢也比较识趣啊，就不抬杠了，问我这要求很高吗？我的车是奔驰，那我要求 BBA 没有问题吧？父母给我买的房子虽然是公寓，但是全款，怎么就不能找条件好的呢？哎呀，我说一位男士身高180，收入20万，工作好，有车有房有户口，颜值还能打。不好意思，这样的男士啊，绝对会找年轻好看的姑娘的。那咱们看我视频的肯定有好多男孩子，对吧？那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找条件好大龄的，还是找这个哎呀水光瓦亮的啊这个年轻姑娘呢？他说不信，有很多优秀的男人都是看女方条件的。我问他，男人房子有贷款你接受吗？他说市里可以接受。我一听市中心房子贷款都要上百万了，你以为这钱是你动动嘴就有的吗？他说男人啊娶妻生子买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哎呦啊，姐妹儿，按照你的薪资标准啊，你省吃俭用啊，那不吃不喝吧也要几十年的，怎么就认为男人买房子容易，娶你就天经地义呢？多少211学子看着180万的首付，能哭着放弃梦想回到家乡。你以为为什么大城市相亲女多男少啊？男人啊看着安家成本直接就投降了，回老家了，你还期待着找人结婚解决那上百万的问题啊？他听完反驳我说我这是歧视，说他长这么大一直都是别人眼里的佼佼者，怎么就到我这里把他评价成一个商品一样？听完我也很无奈啊。在相亲这个市场上，你只要进入，你就要接受现实的，没有人会照顾你的情绪，你确实是一个待评估的对象，你再有自尊和骄傲也没有用，你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被各种条件数据啊量化考核的对象，最后给出来你在这个市场上的最直接评分。大家啊都不讲究政治正确，对于女人最真实的情况就是你的生育价值、胶原蛋白和身材会随着年龄变大贬值，越是优秀的男人越喜欢呀漂亮的脸蛋和身材好的体型。我说30岁以后啊，你择偶只能选择妥协，有舍有得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你不能什么都想要的。话还没说完，他头也不回啊，是拎包摔门就走。哎呦，我的肝就疼啊，我心疼我的门呐，气得我呀！我老家的村里啊，那单身男人一大片，市里打工宿舍的男青年们也一大堆，你咋不找嘞？天天说自己优质，优不优质在婚恋市场上你喜欢男人说了算呀，我说了也不算。你的议价权随着年龄已经在变少了，如果你还是全部都想要，那你的结果就是剩着。婚恋市场是一个同性竞争的地方，你看着香的异性啊，别人看着也香啊，所以你喜欢的那个人没有选择你，那就是你在同性竞争当中啊失败了。这一条男女通用，做人呢得识时务者为俊杰，找对象同理。以后超过30岁的再这么异想天开的，我绝对不接待，刺猬得给我看好门，不然我早晚得去了，比那过山车飞的都要快。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找对象呢，他总是跟做梦一样。哎呀，要找白马王子呀，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那刺猬和王八我有。5年前呢，认识一个姑娘，26岁，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性格很好，而且人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结果5年过去了，那是挑挑拣拣呢，谁也看不上。我那门口啊，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他挑什么呢？这个男人有钱，但长得不好看啊，长得好看又没钱，哎，找个有钱又好看的，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在一起不开心。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反正啊，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总说差不多就行，其实啊，差一点都不行。好了，现在31岁了，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我说呀，暂时还没有。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他又开始后悔啊，说条件差点也行。我问他差多少？他说也别太差了啊，这个长得别太难看，条件别太低，赚的比我高点就行。我说离异的有，他一听就急得哭呀，说自己还未婚呢，不想找离异的。然后就是后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各种挑挑拣拣。那男人都是看脸吗？你好看了，喜欢你的就多。于是呀，被追捧的过程当中，各种看不上。理由就是啊，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好了，终于熬到30岁了，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秉承着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可有些人呢，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结婚呢，找对象，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
如果你本身并非独身主义，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到了30岁你还单身，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我可没有制造焦虑我也没那个能耐。这种焦虑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甚至有些3、4线城市26、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在婚恋市场上，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心态也会不一样。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着就好，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又谁也看不上。年龄越大呢，不是认清自我，而是认清了现实，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好了，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有存款7位数。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伙伴，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一起度过余生。这种择偶观比要车要房要存款更难找。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含恨。有些姑娘来找对象，那都是牛逼哄哄觉得自己买上房了，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上午呢，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真的是做梦来的，一上来就跟我说自己条件特别好，希望我能够帮她介绍这个优质男。听到这儿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小板凳都端好了。这姑娘介绍说自己是91年的，身高有160左右吧，体重在110斤上下，这个私企工作，年薪在7万左右，父母都退休了，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听完我就纳闷了，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他立马笑了一下，骄傲的跟我说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一问还在郊区。说完还跟我感慨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何况他还是女人呢，尤其珍贵我问他贷款有没有，他说这套房子是首付1成买的花了10多万，其中花呗还刷了6万，商业贷了将近100万，还30年，月供5000多，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听完那一瞬间，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我那肝都颤了一下。多少？5000多？你一个月的工资才6000左右我是佩服的掏肝掏肺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他说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有套自己的房子特别有安全感。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他听完说那怎么可能呀，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他说不行，我那装修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那出租肯定就糟蹋了。我又问他，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他说我自己有工资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用不着我爸妈去还。听着这感情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年薪20万以上，工作体面，有车有房，市中心学区房，面积不能低于140平，有眼缘的男士。听完我立马秒回帮不到而且你这32岁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说她买上房子之后，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值得更优秀的男士。我问他，我说有一位男士年薪20万，硕士学历，国企做管理的，他房子有140多平，但是有房贷，需要还20年，月供7000多，你愿不愿意？他一听那不行，他房贷7000再加上我房贷5000，他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哎呦，听完我就笑了，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凭什么不给我还贷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听得我也是不爽，就给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每个月那点工资还贷都费劲儿，花呗信用卡都刷爆了吧，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你不是在做梦吗？
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你这不做会计真是可惜了啊！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二没有出租收益，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要么就是个傻缺啊！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可以啊，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结婚前自住，结婚后用来出租，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又或者你付了首付，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相信这两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反之，贷款30年，月供几千，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这根本不现实。人性啊都是自私的，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呀，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哎呀，这床坐久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啊，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昨晚呢，有一个姑娘跟我联系啊，说自己被男方给耍了啊，到嘴的王八给跑了，到底是追还是不追？这姑娘是88年的，本科学历，国企工作，年薪在10万左右。因为工作比较忙，再加上自己啊只找优质男，就把自己的这个年龄啊给拖大了。上半年家里亲戚给介绍了一位优质男啊，这个87年的硕士，年薪在20左右。两人见面啊，那是相见恨晚，认识半个多月啊，就火速确认了恋爱关系。随着感情的发展呀，这订婚仪式啊，他就提上了日程吧。国庆期间呢，见了双方的父母啊，见完面啊，那家里人都闲不住了，就开始各种催婚。这个上周啊，男士啊也主动问了这个女方，结婚彩礼你要多少？这姑娘当时啊也没有给个明确的信儿，有些害羞啊，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这第二天啊，她给男士回复说彩礼20万，女方的理由是啊，这老家的风俗基本都是10到20万。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反正啊我了解的是没有那么高。其次啊，这男方的条件啊本身他也不错，真心过日子啊，这彩礼给1年的工资啊他也不为过，就定了20万。男方听完啊，觉得自己啊他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彩礼，他也有理由，一是自己老家的这个风俗啊在3万到8万，二是自己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都去买房和装修了。最后啊跟这个姑娘表态说啊，自己愿意给10万的彩礼，女方呢也不需要啊给任何嫁妆。这要求呢被女方呀给拒绝了，他觉得呀男士在彩礼上面啊讨价还价是吧？那你肯定啊不是真心想要结婚的。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啊男士妥协，说我可以给出20万的彩礼，但是啊需要女方啊签一份赡养协议。内容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如下。这个第一呢是男方是独生子，父母都是农村的，也没有退休金啊。男方希望在父母60岁之后啊，每月从家庭共有的收入当中支出800元给2位老人作为生活费。这第二呢，就是从家庭收入当中啊，这男方要给父母啊购买这个医疗保险，每年啊大约在5000左右。这第三啊，就是每2年春节啊必须回男方的老家一次啊，给父母啊2000元的节日补贴。第四是父母晚年只剩1人的时候啊，要接到家里来共同居住，以尽孝道。还有一个是，如果2个人呢在5年之内离婚啊，彩礼需要退还50%作为补偿男方父母的养老基金。这姑娘听完呢就炸开了锅呀，说什么也不同意啊，认为男方啊这是明显的在向自己用手段来欺诈她。按照这协议啊，1年杂七杂八的，那就要给出将近2万，这样算下来，男方呢10年就回本了，我还免费给男方当了10年的保姆，又出力又生孩子的，而且如果5年之内离婚，我还要退回10万过去，这不是做梦吗？男方就解释说呀，这个协议啊本来就是啊子女应该履行的义务，况且是婚后共有财产，以自己的实力啊，这钱啊基本都是自己来出的。离婚那条啊并不是想要多少回来钱啊，只是希望女方能够好好跟自己过日子而已。就这样2人呢是互不退让啊，关系就僵在那里，冷战了有将近1个多周啊。前天下午啊，男士突然就发信息说啊，2人不合适，不想耽误了这姑娘，提出了分手。这姑娘一看呀，立马慌了神呐，急得跟这个男士解释说呀，自己想通了，可以接受协议。男士却回复说呀，不是协议的事情，而是自己啊确实没有能力啊给这20万的彩礼，不想为此啊耽误了这姑娘的大好前程。
于是这个姑娘呀就跟我控诉啊，这个男士啊是多么的有心机啊，从一开始啊就没有想过要给彩礼，协议啊只不过就是分手的理由而已。说着说着呀，这姑娘就开始哭啊，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合适的优质男啊，不想就这么错过了。说如果20万的彩礼男方觉得多呀，他自己是甘愿降到10万。但是在他自降身价之后跟男方联系依然是被拒绝了。男士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这姑娘是越想越后悔她就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前些日子我去市场卖王八有人看上了，觉得我这王八品质特别好，问我多少钱，我说20万。那个人说我疯了吧，别人都卖200，你竟然卖20万。我说这样吧，我自降身价10万卖你了。那个人他不买觉得太亏了，还骂我太贪心我一听我就不愿意了明明我都给你便宜一半了，怎么你还挑3拣4了？你看道理是不是都一样买卖不成无非就是价格不公有人觉得亏了。那至于哪方亏了，大家来给说道说道。时光飞逝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这现实生活中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那还是有很多的呀。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他是92年的，个子不高，也就最多170吧。高中一毕业呢，就去新疆当了兵，这部队一待就是10年。家是农村的，父母赶集做点小买卖，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给他介绍对象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甚至连面都不见就直接拒绝了。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是一名护士，个子也不高，在155左右很瘦。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我还问过这姑娘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当时这姑娘就说我也不高，家庭条件呢也比较普通，既然都是普通人，那谁也不嫌弃谁嘛。就这样呢，两人呢见了个面，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就相处看一看。之后几天呢，男士主动是请这个姑娘吃饭，给她送礼物。但人家却说这谁赚钱都不容易，礼物不要，吃饭大家 AA 就好。不是不想欠别人情分，而是觉得既然想要在一起他就不想让对方吃亏。两人相处呢也很简单，饭后经常去公园里踏踏马路，聊聊人生理想以及对未来的规划。走累了就去路边的石凳上坐着聊。这聊着聊着就是一下午。通过几天的接触男士就觉得这个姑娘很懂事，很明事理。这姑娘也觉得这个男士性格稳重，做事周全。这有一天，这个姑娘的父亲生病住院了。男士知道之后是二话没说就去了医院，是忙前忙后，主动帮忙了几天，脏活累活都干了。姑娘和她父亲呢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是很感激。时间很快到了回部队那天，姑娘亲自去送这个男士，两人没车呢就一起去坐公交去车站。在公交车上，姑娘从包里拿了一盒亲手做的馅饼，2个好地瓜，还有一杯热奶茶。她和男士说这去新疆的路很长，饿了就要吃这些，千万别饿肚子。那一瞬间男士特别的感动，而且也感激觉得这姑娘人特别的好。进车站的时候呢，姑娘也在外面等了很久，直到男士进站之后，她才放心的离开。去年的腊月新疆的冬天特别冷。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战友跑过来跟男士说有人找你。他出去一看这个傻姑娘就站在门口瑟瑟发抖，穿的衣服也比较薄，脸还被冻得通红通红的。姑娘却说快递好多都不发到这里，她不放心他就想送一些日常用品给他。说着这男士就赶紧脱下自己军大衣给他披上，让他进了屋里。进屋之后，这姑娘就开始从背包里面拿东西，这是冻伤药，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还有保暖内衣，还有这个你最爱吃的饼和腊肠，我都从老家给你带回来了。看着姑娘一件件的往外掏东西男士立马就忍不住了，像个孩子一样哭了，抱着这个姑娘就说自己回不去，不能照顾你，特别对不起你，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姑娘却说那有啥你出不来我就来看你，不一样吗？就那一瞬间男士想着这一辈子豁出命也得对这个姑娘好。来年的春天，男士又休假回来了，两人呢见了双方的父母。一开始这女方父母是不太满意的，觉得男方在外地1年才回来一次，这个家是要靠女儿的，他就不放心。这姑娘劝父母两人只要真心把日子过好，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当兵呢是保家卫国，又跟父母说男士对她很好，人品很好，有责任心等等。最后这姑娘父母也同意了，两人就在国庆节结了婚，彩礼4万加上3金。
在一起的这2年呀，很少发生争吵，遇到问题都是互相理解和包容，生活过得也是其乐融融。以前呀，我说过很多遍啊，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只有不幸的故事才各有各的不幸。新年快乐，希望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看我视频的你们啊，没事啊，千万别给人搓冷了说媒啊。这年头啊，说媒啊，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气死。想想我都觉得特别好笑啊。这上个月呢，我撮合了一对单身男女啊，男士是91年的大专，国企上班，年薪在10万左右吧。这个姑娘呢是93年的大专，在私企做文员的，年薪在6万左右。2人刚见面，他们就觉得很合适啊，就说要相处看看啊。每天呢也是聊天呀、视频通话都很甜蜜，话题很暧昧。隔几天呢就见个面，彼此啊心意都已经表明确了啊。这个男士也想着等疫情这个结束啊好一些的时候就去跟姑娘表白。这月初啊，这个疫情不是放开了吗？阳的人啊他就越来越多。这姑娘单位里陆续好多人都发烧了，他就害怕自己啊这个得了之后怎么难受啊。他就和男士说呀，现在啊外面都是一药难求啊，自己啊怎么也没买到药，万一再发烧啥的怎么办？男士听完呀就说呀，哎呀，我这里有药啊，我给你送过去吧，顺带呢请姑娘出来吃了个饭。就上周末嘛，精心打扮了一下就去赴约了。刚见面，2人聊得都特别开心啊，互相夸对方人好，还约好元旦一起出去啊旅游。饭后2个人就去公园里散步。散步途中呢，男士还主动牵了女士的手啊，2人呢就这么溜达散步了快2个小时。男士就送这个姑娘呀回家，在路上呀，男士拿出了一盒布洛芬啊，说现在啊到处都没得卖了，强调这药啊只能发烧、全身疼的时候吃。姑娘还特别感动的就抱了一下男士，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还会给我送药，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姑娘还感动的回去啊，给这个药拍了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感谢遇到你。嘿嘿，这前天啊，这姑娘还真发烧了啊，赶紧的多喝水啊，找药吃，就拿起布洛芬呢，打开盒子一看，里面就1板，而且这1板还被抠了很多，就剩了4粒了。姑娘看了的是越想越气啊，觉得自己难道连一盒完整的这个药都不配吗？当时啊，因为发病啊，也没有跟这个男士过多的去沟通，吃了药之后啊，就赶紧休息了。这几天啊，这个男士啊发信息他也不回，想着呢自己好多了，就给男士啊打电话过去质问，为什么给我吃剩下的药？亏我自己当时还很感动，以为你有多喜欢我。这男士听了就赶忙解释啊，我自己也没有买到药，这个布洛芬还是之前家里剩的啊，里面呢还剩了7粒，我自己就留了3个，给你送了4个。姑娘听了就觉得特别好笑啊，对待自己的态度竟然是这样，让我吃剩下的布洛芬。男士听了也不愿意了啊，说自己留下的还没有给你的多，我不能把我的全给你吧？那我生病了没人管我，我就没药吃了呀。于是啊，这2人呢是一人一句啊吵起来了。女方的辩论观点啊是，你喜欢我，想跟我结婚啊，你就应该关心我，给我1整盒的布洛芬，而不是应该啊让我吃剩下的，让我觉得你压根就不珍惜啊。男方的辩论观点啊，药是治病了，多了也没有用，自己留下呢也是以防万一啊，自己生病的，这是情理之中啊。女方这人太自私了。于是啊，这2人就争吵啊，情绪没有控制住。男士啊就说了这姑娘一句啊，这个不识好歹。于是这姑娘就特别生气啊，也骂了男士啊这个一家。最终呢，2人啊都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呀处不下去了。我听完也是特别无语啊，血压搓上不去，直接往上掉了。我劝他们，我说各自啊换位思考一下，互相理解。但这2人不听啊，就互不退让，非说对方呀算计太深。这个姑娘就说呀，这不是布洛芬的问题，而是2人如果结婚了，那是一辈子的问题。这个男人啊太自私了，这4粒药怎么好意思送得出去？最关键的是还把我给骂了，这个事啊坚决忍不了。男士说呀，这也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女方人品的问题。他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药呢？他说我骂他，他把我全家都骂了一个遍。哎呀，听到这儿，说实话我真的已经劝不动了。既然2位啊都还没有谈，那就好合好散吧。1盒布洛芬啊都闹成这样，以后的日子那不得天天打呀？想想我都笑了，都是布洛芬惹的祸。大家觉得这事儿谁对谁错？